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方华。旅居海外的自媒体人蒋网正爆料，前吉林省委书记、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景俊海被中纪委人员带往北戴河培训中心质询不到2天，又被火速放出，只准留在长春禁足。蒋给出的关键解释是，景俊海在中纪委面前讲了一个彭丽媛3次整家风的故事。故事里牵出了习近平胞弟习远平、陕西一批煤老板和一份被复制锁在海外保险箱里的秘密证据。这些说法目前都没有官方的证实，但在方红卫落马、陕西习家根脉接连出事的节骨眼上，再次勾勒出舆论场对中共内斗的画面。蒋网正在11月11号晚上直播的时候说，当天下午中纪委的人到长春请走了景俊海，把人送往河北秦皇岛的中纪委北戴河培训中心做所谓谈话质询。他给出的时间线大致是这样的：进场时间晚上8点多，接近9点，晚饭吃完之后才进门。询问地点不是一般干部学习班所在的楼，而是办案规格较高的接待区。对象身份按体制惯例，像景俊海这样已退居2线的正部级，多半是约谈或在北京谈话，很少再被送到北戴河，可见这次质询规格不低。不过按照蒋网正的说法，这次动作很大的质询从一开始就带着试探性，中纪委那边估计心里也没底。为什么对景俊海下手？他今年6月才从吉林省省委书记的位置上提前18个月退居2线，9月刚转任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本来算是平稳落地。于是这场过招主动权很快被景俊海抓了回来。蒋网正口述的版本里有一个戏剧化的场景，中纪委方面列出一堆问题，在陕西任职时是否利用影响力帮人晋升，在西安高新区，后来在北京吉林时有没有帮老乡老同事打招呼做项目。这些问题其实都沿着今年以来对陕西官场，尤其是习家老家班底的查处线索一路追过来。景俊海听完，据说笑着回了一句：这些流程我比你们熟，我不跟你们绕弯子，我给你们讲3个故事，关于彭丽媛整顿家风的3次行动。蒋网正的爆料把这3次整家风概括成3个时间点。第一次2011年为习上台前清地盘，时间在2011年某月某日，习近平还没正式接班，彭丽媛据说在家里请即将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吃饭，端上亲手包的饺子，饭桌上的核心话题是请王岐山对陕西山西一带和习近平胞弟习远平关系密切的一批煤老板下重手，清理掉最刺眼的一圈人。此后地方上确实出现过一轮针对煤炭能源领域的反腐风暴，许多煤老板被抓，也有不少人提前出逃到加拿大等地避祸。这一段在公文里从来不会写成整家风，但被爆料者串成一条线。第二次2017年孙立军吃饺子版整数。到了2017年，习近平已经稳坐总书记、军委主席，彭丽媛再次在家中包饺子请客，这回的座上宾换成了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爆料说，彭丽媛开门见山，山西、陕西那一带老二在地方上的名声太差了，希望公安系统再出一次手，把最脏最吵的一圈人清掉。这之后，孙立军被指挥在陕西西安高新区、西咸新区等地展开新一轮打黑反腐，既清理煤老板，也清理跟习家攀附太深的地方黑势力与官商网路。第三次2025年3整家风背后的权力焦虑。到了2025年4中全会前后，习近平面临党内军内压力，陕西西安一带又爆出一串案子。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
在11月7号被中纪委官方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海外分析普遍认为，方鸿蔚作为陕西富平人，习近平老乡，又与习远平有复杂利益关系，这一刀其实是冲着习家根脉去的。蒋网正则声称，此时在北京陕西之间，围绕再一次家风整顿，已经有了一套隐秘布局。景俊海、方鸿蔚这些老家班底被推上风口浪尖。在蒋网正的故事里，中纪委听到这里，已经不是在问话，而是被景俊海反向上了一课。如果要把这条线真正查下去，矛头就直指习近平的家族和过去15年的权力运作方式。要理解蒋网正为什么说景俊海心里有底，还得回头看他在陕西的起家经历。根据公开简历，景俊海1960年生于陕西白水，长期在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从项目部副部长一路做到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2008年升任陕西省副省长，2012年出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在2012年习近平接掌总书记前夕到2015年9月的3年内，在景俊海的主导下，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陵园从占地约8亩被扩建为约150亩，比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大1倍，比邓小平在其故乡四川广安故居的纪念园大5倍。习仲勋陵园扩建完工后的2015年9月，正值习近平巩固权力之际，景俊海的仕途随之平步青云。2015年7月，景俊海调任中宣部副部长。2017年4月，出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成为蔡奇的副手。蒋网正把这段履历和陕西煤炭土地财富的故事揉在了一起讲。90年代末到2000年代中期，西安高新区招商引资，实际上吸纳了大量陕北关中一带的煤老板资金。不少煤老板找高校教授挂名办高新企业，实质是拿地洗钱。景俊海作为高新区一把手，既是招商功臣，也和这些人打下深厚人情网。到了2011年、2017年那2轮整家风行动，陕西、山西的煤圈被扫过2遍，一部分人晚跑一步被抓，一部分人提前润到加拿大、澳洲。还有一小撮人选择进京避风头，其中包括了和习家、栗战书等高层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重量级煤老板。蒋网正的说法是，有一位陕西出身跟栗战书是表亲的，在广东也有背景的煤老板，临走前打电话给已升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景俊海求助。景俊海出面，通过特定管道在北京2环内帮他弄到一处四合院落脚。孙立军这边很快获知情况，在四合院内悄悄布设了监听设备。后来习远平也曾到那处四合院与这位煤老板等人会面，相关对话交易细节被完整录下。关键转折则出现在这里。蒋网正称，景俊海在公安政法系统也有人手，最终设法让身边安插的人复制了一份录音监控资料，一份据说被带到加拿大，现锁进当地某银行高级保险箱内，另一份据说存在纽约某银行保险箱里，作为第2保险。这些内容外界无从查证，但蒋网正的叙述是用这份海外证据来解释2件事：一，为什么景俊海2017年后虽然做到了北京市委副书记，却没能更进一步当上市长或更高职，反而被发配到吉林当省长、省委书记？因为对习家而言，他已经握有太多敏感材料，只能远迁东北看管起来。2，为什么11月11号这次北戴河质询，中纪委问到一半，在他讲完彭丽媛第2次整家风以及北京四合院那段故事后，很快就接到了中办电话，下达放人指示。换句大白话说，就是
你们要侦查，我这里有备份，万一有个3长2短，可能不只是我一个人不好看。这场戏之所以在11月成为舆论焦点，还有一个背景，陕西帮密集出事。11月7号，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被中纪委官方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方红卫是习近平老家富平人，又是清华校友，长期在陕西汽车集团、汉中、西安等地任职，被视为习在陕西的重要代理人之一。海外媒体把方红卫、景俊海等人的出事解读为冲着习近平胞弟习远平去，目的是拿到习家家族经济网路和所谓根脉的实质把柄。蒋网正的爆料在这个基础上又加码了一层，他多次暗示在西安市委书记一职的新接班人选上，习近平的核心班底其实已经做出让步。例如将胡锦涛之子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列为第一考察对象，又考虑过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的现任书记，甚至把现任西安市长叶牛平也拉进考察名单，但最终因为上面不满意，有经济问题等原因一一搁置。这种考察反复被他解读为习家在陕西西安的用人已无法像过去那样说了算，必须在反习派、中共元老和地方势力之间多方妥协。这些说法同样属于自媒体爆料层面，但跟近期公开可见的人事变动放在一起，确实割露出一个轮廓。在四中全会后的权力重排中，围绕陕西根脉西安官场的攻防正在变成观察习近平权势起伏的一面镜子。故事说到一半就戛然而止，谁最怕将整家风说出声？那就要回到11月11号那天夜里，蒋网正称景俊海在北戴河面对质询，先讲了2011年、2017年的2次准家风。讲到第2次孙立军那一段北京四合院录音被复制这些内容的时候，中纪委那边已经有人坐不住，要求暂停一下，请示领导。据说不久之后，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打到北戴河，人先放了吧，这个故事不能再讲下去。于是这场原本可能演变成立案调查的谈话，在不到24小时内戛然而止。景俊海当晚离开北戴河，回到北京还能吃上一顿晚饭，之后被要求暂时留在长春，不再随意外出，但名义上仍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这里有几个关键问题，外界目前都没有答案。一，那份被复制据称所在海外保险箱里的材料到底存不存在，内容有多致命？二，中纪委这次对景俊海的动作是单纯围绕他个人的经济问题、用人问题，还是有人想借此一步步摸向习远平，甚至习家核心？三准家风如果真有其事，究竟是习近平为了切割胞弟、维持自身权力的主动清理，还是党内其他势力已经抓到了这条线，欲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目前这些问题只有蒋网正等少数海外爆料者在提供版本，中共官方没有任何的公开说法，国内媒体更没有景俊海被查的消息，只能看到他今年6月从吉林省委书记位置卸任，9月转任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的职务变动。从新闻学角度看，景俊海一日进出北戴河还不能被视为一件已被证实的事件，而更像是一个由多方爆料拼凑出的叙事版本，里面有真实的履历，有官方已公开的落马案例，也有大量无法核实的细节和形象化的故事。对关注中共政局的人来说呢，这样的爆料至少提供了几个可供观察的坐标。陕西西安这条线确实在四中全会后成为清洗与反清洗的焦点之一。
习近平老家班底如方红卫、景俊海的命运正逐渐从加分项变成风险源。家风、亲属经济这些看似是私领域的问题，正在被党内对手当作撬动权力平衡的扳手。但同时也要看清，在一个高度不透明的体制里，我们今天能听到的多半只是权力角逐后的缝隙里露出来的只言片语。蒋网正讲的故事值得记录，也值得怀疑，同时中纪委的沉默也值得追问。在更多确凿证据出现之前，或许能做的只是把时间线、人物关系、公开资料整理清楚，留下一份观察笔记，等待后续的验证。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